大家好，我是郑一直。今天这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做手办的一个完整过程，我尽可能的讲详细一点。其实这个手办已经在半个月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当时其实那个商家联系我做手办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犹豫和纠结。后面也是我去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我发现他这个手办其实是很正规的，一点都不擦边。那个老板本人来联系我的，也跟我聊了很多，包括一些之前他们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达人已经入驻了嘛，我去研究了一下，看了一下，他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擦边。这个手办它是很正规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一个公众号。当时其实我也有考虑了差不多1-2个月的时间，在想要不要做，最后还是同意了。我来讲一下我当时的一个经过。首先我是去深圳做的手办，因为好像中国做这种手办这种产业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广东深圳那一块。当天我是从飞机嘛，我当时住在长沙，我飞机飞到深圳去做手办的。其实当时挺紧张的，因为我以前不怎么了解这个，我也不知道它的流程是什么样子。老板亲自本人来接待的我，跟我聊了很多。当时我们是约在了一个酒店，很正规，就一个酒店。当时我去了以后，以前他们已经有很多达人都做过手办了，他们之前找的是行业 top 2的手办师。在我去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达人去做手办了。之前做手办的那些手办师是行业 top 2的。当时我去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跟我说，他说想要找一个更好一点的手办师，就找到了行业 top 1的一个手办师。当时我们是约在酒店见面的，大概下午3点钟的样子，我已经在酒店了。老板打电话给那些手办师，让他们来，也是第一次合作，因为是换了一个新的手办师，收费也会更加的贵，工艺也会更加的好，也会更加的逼真。当时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房间里面等师傅。我记得我当时刚刚洗完澡，就有人来敲门，进来了差不多4-5个师傅，年纪大概都在40多岁的，他们是专业的行业 top 1的导模师，很专业。那几个师傅做这个很久了，我记得当时他带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行李箱一样的东西，很大一个大箱子，里面我看了一眼，它有很多工具，有那种勺子，有各种瓶瓶罐罐的那种乳胶调配的那种粉，还有各种液体。当时其实我一开始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我想的很简单，我以为跟做牙套一样，把乳胶调配好，往里面一插一怼，等它凝固了，它不是有一个凹陷嘛，再灌进去，它不就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办就出来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做，它的缺点很明显，它的细节不够。你如果说是一个大盆，你插进去，等它凝固拔出来再注胶，它是有那个形状，但是你表面的一些纹路、一些细节它是看不到的。那后面我们采用的那个方法，其实真的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它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流程？它有点是这样子的，我讲的详细一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胡萝卜，它不是调配的那个乳胶嘛？乳胶就很粘稠，像浆糊一样，像巧克力酱一样。你就把那个巧克力酱倒在那个胡萝卜上面，倒一层薄薄的一层，过个3到5分钟，乳胶会变硬，对不对？会变硬。但是你这个过程当中，胡萝卜是不能动的，胡萝卜不能歪，或者说是怎么样的。第一层变硬，接着到第2层，第2层变硬，再到第3层。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总共到了6层。我这么多达人里面，因为我是换了一种方式，以前那种老达人不需要像我这么复杂。老板跟我说，以前的老达人是只要到2层，后面上石膏，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流程会比我的要短很多。因为当时我是换了行业 top 1的新的做手办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我的那个难度会更大，但是呢效果会更加的好。我记得当时也就像我这样子坐着的那个师傅40多岁，当时房间里面只留一个操作的师傅，其他的师傅就出去，就我和师傅2个人。那个师傅在那个碗里面倒那个浆糊，而且他那个浆糊还不能说提前调好，他必须得是你调一次倒一次。也就是说这个难的点是什么？难的点就是你必须得保持一个，当时难的点，因为他不是要浇筑非常多次嘛，要浇总共只有6次，而且你浇筑一次的时候，你要等个2到3分钟，师傅在那边重新配。它难的点就是你胡萝卜你不能歪，是你得保持住，不能歪，就不能发生任何其他情况，就必须得要保持那个胡萝卜标标准准的。当时其实挺难的，
兄弟们，你们想象不到，第一次其实是失败的，因为那东西很重，你知不知道？就那个液体其实是蛮重的，它尤其是要浇6次，它一次会比一次重。你第一次浇胡萝卜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还好，等它干了之后，你浇第2次、第3次，非常非常的重，最后那个成品脱模脱出来的时候，得有1斤多重。它是一个很扎实、很厚的，像金字塔一样的一层层叠上去的巧克力酱的一个东西。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太重了，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经验，没有那么好的状态，它就会歪。第2次的话调整了一下，反正保持状态。第2次、第3次、第4次的时候一直保持住，哪怕很重，但是你就是不能动，你的人这个身体各方面不能动。差不多一共浇筑了6轮。总用时长真的30分钟，兄弟们，30分钟，你得就是这样一直坐着保持住。30分钟之后的话，到后面我就真的，师傅每浇一次，我就问他是不是好了，是不是好了。师傅也没跟我说是要浇6次，一开始他就说要多浇几次。我浇完第2次，我就问的师傅好了没，好了没？师傅说等一下。第3次我问师傅好了没，好了没？他说再等一下。到第6次的时候，师傅说终于是 OK 了，终于是好了。因为以前的达人他采用的方法，他是只要浇2层再加石膏，所以说他的时间会比我短很多。我这个的话时间真的特别的长，特别的难熬。后面结束之后，它取下来，它就是一个手办，中间是空心的，以后到时候回到工厂里面，对吧？你再往里面灌，这样子出来的这个成品，它的细节、它的纹路各方面就非常的逼真，非常的细节，非常的清晰，因为它浇筑的足够多，它的那个细节、那个缝里面足够的完美。其实这个东西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今天做完以后，第2天拿到工厂里面它就能大量生产，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省略的步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古时候的那个青铜器铸造，其实原理有点差不多。他拿到了那个模之后，他得到工厂里面再往里面灌蜡，他要灌蜡进去脱模。他那个蜡的话，第一个就叫蜡型，而有了蜡型之后，他接下来还有什么滤模，各种的步骤，最后经过了4、5次的一些复杂的一些工艺之后，才能出现成品。包括老板也跟我说的，我们现在采用的手办的这个材质，也是给大家去选最好的。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劣质的材质，大家也知道什么软硬度、硅胶的这种好坏也分很多区别的。老板跟我们说，他要做的话就是做行业 top 1的。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比如说淘宝上面他们有一些卖手办的那些，很多都是卡通形状的，或者说很多形状都是千篇一律的。那他们这种其实都是电脑上面建模建出来的，精致度会差一点。那像我们这种手办，逼真、真实，材料好，软硬度，包括各种的大小也都是1比1的。其实半个月前我就已经做了，然后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工厂应该第一批的模型应该是已经做好了，链接也已经给大家上了。今天这一期就先这样。